鲜的腊汁肉有别于卤肉、卤鸭脖等等，用料纯粹、自然、简单，突出的就是主要食材肉的本香。加在馍里就要那个馍酥肉香，干货全拿走，开店就赚钱。大家好，我是平老师。肉的选择不是哪一块肉都能煮好腊汁肉的，我们选择前腿肉，肉质湿松，肉选对了，为什么你煮出腊汁肉后会发腥呢？这就是前期处理有点仓促。肉呢，我已经泡了2-3个小时以上了，肉已经泡得发白，把里面的血水已经充分的置换出来了，所以腥味在这一步已经大部分的去除了。接下来我们看辅料调料，其实很简单，香料、糖色、盐，除了香料的组合多一些，你看糖色、盐、葱姜以及冰糖，很自然的纯粹食材。记住，肉的本味鲜香是最主要的，这些只是一个辅助。糖色呢，上一个自然的黄里透红的酱色，煮好的肉看着就有食欲。葱姜要把残葱的腥味去一去，肉没有盐是不香的。冰糖呢，把各种调味中和、平衡、咬合。香料呢，增料香，看着种类多一些，这是多年沉淀下来的合理搭配，最能辅助促化肉的本香。调料组合可以精确到克不难。接下来煮肉的工艺就要有相当的经验。煮肉前，香料先照包，口是杀井，用清水浸泡30分钟，去药性、洗灰尘。为什么有的朋友煮出来肉一股中药味呢？就是这一步你没做好，心急下锅了。第一次煮肉没有老汤怎么办？你得提前熬制一锅骨头汤，让鸡汤里要有足够的鲜香。如果用白开水的话，煮肉的过程中，肉的鲜香全部就稀释到汤里去了，那夹馍的肉吃起来就少点味儿。高汤烧开，先用糖色调出色，调好的汤色你看非常自然舒服。紧接着下入处理好的料包，葱姜也单独装包下进来。到这一步停下来，我们要养汤，用中小火先煮个20分钟，让这个料香味先入到汤里去。料香味出来了，加入盐，盐量的使用要足够大，汤的盐味够了，煮出来肉的咸度就刚刚好。2-3粒冰糖也下进来，主角肉2-3指宽进锅。你看肉料包在汤上飘着嘞，煮出来肉的味就不均衡，必须压一个上背子，让肉料包悬浮在汤里。最后别忘了淋入陈年饮料，酒精的挥发会带走残存的肉腥。流程您记住了吗？其实难点在接下来的火候和时长，记住这个火候的状态不敢大了。煮2小时，为什么不能用大火少煮点时间呢？有2个原因：一，火大的话，把肉就煮肥煮柴了，达不到肥肉吃着不腻口、瘦肉无渣满含油的状态。2，汤的蒸发量，火大的话，汤蒸发的就快多，煮出来的肉齁咸的，还有一股中药味。所以经验就是看火候，记着全程不加盖，让异味腥味充分分化。煮到时间后，你看锅里的汤是不是蒸发了一部分？及时关火，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立马捞肉呢？还不行，其实煮肉只做到了40%，我们还需要3个小时的浸泡入味，这3个小时才是肉真正吸味入味的过程。如果忽略了，这个肉吃起来就寡淡。浸泡的时间7辈子，腊汁肉出锅了，你看这个色泽，自然的诱人的红润色，摇一摇，你看整体忽闪忽闪，看着酥烂但不散。肥肉带着肉皮，就这么轻轻一抿，你看就散开了，这才让肥肉吃起来不腻口。瘦肉就这么一剥了，你看一丝一丝的就开了，不干不柴，又酥又嫩，这就是瘦肉无渣满含油。肥瘦搅和在一起，不辣不辣。一刀肉直接夹馍，来个豪华版，再给一个抠抠弹的肉皮儿，馍酥肉香，记得趁热了吃。这就是我们陕西特色的腊汁肉夹馍。鸡锅肉出锅夹馍了，那是不是腊汁肉就结束了？是不是这锅汤它的使命就完成了？其实不是，我们老陕都知道，腊汁肉老汤煮肉越煮越香。那什么是老汤？那老汤从哪里来呢？后续煮肉怎么办？下节课咱接着讲。